婚姻基础，老公和婆婆就不基础，婆婆基础，老公就不基础。而我不一样，婚姻不基础，老公也不基础，婆婆更不基础。我和我老公周志远，因为一夜擦枪走火，我就揣了崽，认识不到2个月就结婚了。当时我只知道他条件还算凑合，是单亲家庭，为人老实，婆婆也是一个勤快的人。直到我坐月子，婆婆给我熬了鸡汤，我摔了碗，就要离婚。李月，我妈为了给你买这个老母鸡，4点多就骑着电瓶车到乡下的集市上给你买这个土鸡，你不喝就算了，还摆脸色，真以为生了儿子就能在我家当太上皇了。我婆婆红着眼睛在一旁抹泪，我老公对着躺在床上的我大发雷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坐月子的最后几天，我婆婆听人家说散养的鸡汤有营养，早上4点多就起床，骑着电动车就去乡下赶集，一直到10点多才回来。月月，我给你买了散养鸡，现在给你熬鸡汤，这可有营养了。婆婆人还没进门，就在门口大声叫着我，翠花啊，你对儿媳妇可真好，还买了土鸡蛋。隔壁的大婶是一个大嘴巴，就爱闲聊。是啊，我亲家母说我家月月只能吃土鸡蛋，洋鸡蛋吃了会难受。婆婆笑呵呵的站在门口和隔壁大婶聊了好久，叽里咕噜的，门也不关。孩子刚睡住就被吵醒了，哇哇，孩子哭声嘹亮。哎呀，王姐，我去带孩子了，估计尿了，月月一个人也不会弄，改天再和你聊。我婆婆连忙紧张地说道。行，你忙，我也回去做饭了。一会儿我儿媳妇也回来吃饭。2人终于散了。我婆婆关上门，着急地跑进来说道，月月，你怎么抱着孩子？我来，我来，不伤着腰。我婆婆想要从我手中抱走孩子。妈，我就抱一会儿，他就睡了。我饿了，你先做饭吧，随便炒点菜就行。早上没人给我煮饭，我自己热了牛奶喝的。本来准备自己煮点面条吃，孩子光闹腾，我也没顾得上吃，光水都喝了好多了，都快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做饭。我现在去炖鸡汤。妈，鸡汤不急，我想先吃点东西，给我先炖个鸡蛋羹吃也行。我连忙嘱咐道。等鸡汤好还不知道到什么时候呢。婆婆看了一眼孩子，笑眯眯地出去了。过了半个小时，我出去看了一下，婆婆没有在厨房，锅里炖着鸡汤。我摇摇头，刚准备打开冰箱。啊，月月，你别开冰箱，坐月子呢，开冰箱会吹到冷气的。我婆婆连忙从她房间跑了出来。妈，我饿了，我想煮点东西吃。我来，这鸡汤马上就好了，我一会儿端给你喝。我想说些什么，孩子又哭了，我只能先去哄孩子，又喂了奶。此时的我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志远，你请半天假，回来的时候给我买点蛋糕、面包什么的。我叹了一口气，给周志远发了消息。老婆，咋了？我妈不是给你熬鸡汤了？你这嘴也太挑了，鸡汤都不喝，吃那些蛋糕面包能有什么营养？周志远，半小时内你不滚回来，我就让我弟弟来接我。行，我去请假，等着。我抱着孩子，思绪万千。孩子又哭了，我一边哄着孩子，
一边给我家里人发了消息，让他们来看我。这样的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。月月，鸡蛋羹好了，你先吃着，你饿了就和我说呗，非要让志远请假，你知不道请半天假要扣钱的。婆婆终于端了一碗鸡蛋羹进来，我是真的饿了，接过碗什么也没有说。鸡蛋羹很嫩，上面撒了很多葱花，我忍着恶心，吃了几口。婆婆抱了孩子，妈，孩子刚睡住，你一抱就醒了。我连忙说道，她还是抱了起来。我半天没看孩子了，动作轻点，他不会醒的，对不对啊，大孙子？哇哇！他话音刚落，孩子就哭了。我无奈，快速地吃了几口鸡蛋羹，又接过孩子抱了起来。月月，这孩子都被你带尖了，都不要奶奶抱。我去看看鸡汤好没好。他不要我抱，实在不行，你就让他哭几声，别累到自己了。他说完就出去了。刚哄好孩子，还没有放到床上，周志远回来了。他妈先端了鸡汤进来，月月，让妈抱着孩子，你先喝点鸡汤。他伸手就要来接孩子，我让了一下，他手中的鸡汤就要洒到孩子身上，我怕烫到孩子，就推了一下。啊！婆婆尖叫一声，怎么了？周志远看到地上摔的碗，洒落的鸡汤，李月，你过分了。我妈早上4点就起床，去乡下给你买散养的鸡，你不感谢就算了，还摔碗。周志远的声音很大。周志远，离婚吧。我深呼一口气，说出了早就想要说的话。李月，你疯了吧？就因为一碗鸡汤，你要离婚？周志远此刻面目狰狞，不解地看着我。月月，你别生气，都是我不好，你说出来我改，还不行吗？是不是鸡汤太烫了？怪我没有给你量成温的。月月，妈错了，你还在坐月子呢，别生气。我婆婆连忙说道。妈，你别惯着她，都是你对她太好了，她才脾气这么大。对，我脾气大，街坊邻居不都知道我脾气大，嘴挑，嫁进来享福的。你们周家好，就差把媳妇供着了。离婚吧，孩子归我，你每个月给抚养费就行，这样你们就不要供着我了。我嘲讽地看着两人说道。李月，别以为你给我们周家生了儿子就了不起，我告诉有的是人给我生孩子，离婚就离婚，谁怕谁？我看你带着一个孩子，谁敢娶你？周志远立马说道。小远，不要胡说，妈就是这么教你的。啪！婆婆立马给周志远一巴掌，说的那是一个义正言辞。如果不是她做的那些事情，她还真是一个好婆婆。李月，你这么做，我妈还向着你，你到底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不就是坐月子吗？你怎么这么多事？周志远看了他妈一眼，转头就不满地看着我。我姐怎么做都是对的，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我李家没人了？这时候我弟弟来了。姐，没事了，我来接你。周志远家门没关，门口已经不少人在看热闹了。哼，你看看你姐做的事。周志远冷哼。行啊，那就看看我做的什么事情。王婶、李婶，你们都进来听听看，看看你们眼中的好婆婆到底有多好。我直接站到客厅，对着大门外的邻居说道。月月，你快进屋，别吹风了，我一定让小远给你道歉。我婆婆慌张地说道。妈，你一大早给我买散养鸡，真是辛苦了，这鸡汤我可不敢喝，还是你和志远喝吧，我怕我喝了，街坊邻居以后天天说。月月啊，你婆婆对你可真好啊，4、5点就去乡下给你买散养鸡，你可真幸福啊。
我学着王婶的口气说道：你这孩子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你婆婆那不是为了你好吗？王婶以为我在阴阳她，立马开口：王婶，那你知不知道，我从早上起来就喝了点牛奶，他4点多出去了。他儿子早上起床洗漱后就出去对付一口上班了。你们看看，我家这冰箱都上锁的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我拉着最爱传话的2个邻居来到了我家的厨房。月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怕你开冰箱受了凉气。我婆婆立马挡住我们去路说道：哎呦，翠花啊，你可真会弄，这冰箱还能弄个锁，也不怕把冰箱弄坏了。王婶往厨房张望了一下。就是，翠花，你出门前也给你儿媳妇留点吃的啊，这是弄的。我看你这儿媳妇坐月子好像瘦了很多啊。李婶看着我，立马发现了我的憔悴。她早就看我婆婆不顺眼了，我婆婆好名声出去了，他们家的儿媳妇天天说，你不会学翠花婶。我今天是走得急，忘了。月月，这事你和妈说一下就行了，就是多大点事。王婶、李婶，我妈对她可好了，刚刚还为了她打了我一巴掌。你们不知道李月嘴挑，这不吃那不吃的。周志远也帮着他妈说道：是，我嘴挑，我从怀孕就和你妈说过了，我不吃葱花。她从我嫁进来开始，每一道菜都放葱花。我早上饿到她回来，让她给我炖鸡蛋羹，她一直到12点才端给我。一小碗的鸡蛋羹撒了半碗葱花，我挑都挑不完。你回来她就端了鸡汤过来，上面又撒了半碗葱。今天我就要让大家看看这个婆婆到底有多好。这是我姐默吃的鸡蛋羹，地上我也看了，全是葱花。我弟弟从房间里端出来那碗鸡蛋羹，放在桌子上，从我手中抱走了孩子。哎呀，最近这葱是便宜啊，翠花都把葱花都煮菜了。王婶看了一眼，阴阳道：就说嘛，哪有真把儿媳妇当闺女养的婆婆。妈，周志远不可置信地看着他妈妈，这是意外。我手滑，我年纪大了，记不住，以后我会记住的。月月，妈不好，妈和你道歉。我婆婆张翠花立马放低姿态说道：妈，现在是1点50，王婶回家煮饭的时候我就和你说饿了，你快一点才让我吃。孩子睡住了，你去抱，哭的时候就是我带尖了。不要你，我想自己煮点吃的，你把能吃的都锁起来，在外人面前说的多好，在家是怎么做的？我今天就要让大家知道我婆婆是什么样的人，凭什么她打着对好的名义，树立一个好形象，在家里就无视我说的话，这婚必须离。阿姨，当初我妈都给姐定好了月子中心，是你拍着胸脯保证会伺候我姐的，我弟弟当时就不让了。我妈身体不好，她又不放心我坐月子，自己都拿了钱给我订月子中心，可是我婆婆非说月子中心不靠谱，她会照顾好我坐月子的。翠花，你家亲家母对女儿不是挺好的，你怎么和我们说你这个亲家母重男轻女，女儿坐月子都不出现？王婶不解地问道。你别瞎说，我什么时候这么说了？我婆婆立马心虚地说道。你就是这样说的，我们都听到的，你还是你儿媳妇，在家里缺少母爱，嫁进你们家，你们要好好疼她的。对对，邻居们纷纷说道。周志远，这就是你的好好妈妈。我妈现在躺在医院里，怎么来看我？重男轻女，你妈就是这么造谣我妈的。我气得发抖，原来她在外面还这么说我们一家。妈，你真这么说了？周志远看着大家异样的眼光，质问着他妈。我没有，你们就是见不得我家好，都出去，出去，别站在我家了。
我婆婆气得赶大家出去。周志远，离婚吧！我话音刚落，我婆婆直接跪在地上，拽着我的裤脚。月月啊，都是妈的错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不能离婚，孩子还小呢，不能没有爸爸。妈，你起来，不用这样求他。周志远立马心疼起自己的妈妈。翠花啊，你这一把年纪怎么能给你儿媳妇下跪？这不是折她寿吗？王婶一句话，我顿时笑了。没事，王婶，我不怕，我行得正坐得端，阎王也不是眼瞎的，要收也不会收我。我冷笑着说道。哎呦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可不能离婚啊！老天爷啊，我不活了！她坐在地上哭天抢地的。月月，你婆婆也是一时糊涂，你看孩子还没有满月呢，有什么事情多看看孩子不是吗？就是，志远对你好就行了。对，为了孩子也不能离婚啊。志远这孩子也很好的，年纪大的人当然不会劝离。月月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我妈犯糊涂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们不离婚好不好？周志远说着，还打了自己一巴掌，好像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我和你一天也过不下去，我就要离婚。月月，我对你不差啊，就是今天忘了给你做早饭而已，你就不能原谅我一次吗？我婆婆泪眼婆娑。是啊，月月，我们对你好，大家都看在眼里的，你不能因为一碗鸡汤，一顿早饭，就让我们的孩子没有了爸爸。周志远说得认真，邻居们看着也不忍，纷纷帮着他们母子俩说话。周志远，我让你给我买蛋糕和面包，你买了吗？我看向周志远，我着急回来，我一会儿就去买。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去买还不行吗？我要离婚，一定离婚。我的声音坚定。李月，你真是够了，不就是放了葱花吗？不就是一碗鸡汤吗？不就是忘了买？你坐个月子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事？别人坐月子也没有你这么烦啊！周志远喊了一声，邻居们又纷纷看向他。志远啊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你媳妇为你生了孩子，坐月子当然要好好做了，这事本来就是你妈不对。王婶这时反应过来了，合住每次这个张翠花每次拿自己当枪使呢。王婶，我妈也是为了她好，她不领情。行了，散了吧，我算看出来了，这翠花啊，每次对媳妇多好，都是自己说的，谁知道真假？反正我给我儿媳妇买什么，可不会弄得整个社区都知道。王婶说完，大家看着我婆婆的眼神都变了。其实大家想一想，就知道，每次我婆婆买什么，都会在人多的时候出现，不经意间就说今天给我儿媳妇买什么了，顺便再说一句我不大不小的缺点。久而久之，大家都会觉得她是一个好婆婆，而我的恶名也传了出去。王婶，你瞎说，我妈对李月好是真的。周志远捏着拳头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，说知道真的假的，反正我对儿媳妇好，不会到处说，我也做不到把儿媳妇当亲闺女，反正我不是好婆婆。我们走吧，别在这儿瞎掺和了。大家听了王婶的话，都摇着头离开了。姐，我们走吧，我弟弟给我拿了帽子和长衣服。李月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，大家怎么看我妈？那是你妈，不是我妈。你自己妈什么样子，你不知道。我会让人给你送离婚协议书。我穿好衣服，推着行李箱准备离开。月月，你不能走，孩子你不能带走，他是我们老周家的根。张翠花此刻才意识到，我是真的要离婚。她慌张地拦着我，别演了，从我怀孕后，你做的哪一件事情是正常的？
你是不是心里有病？你儿子就应该单身一辈子和你过。我厌恶地看着他。我怀志远的时候，还下地干活呢。生完孩子没几天就下地了。你呢？不就带一个孩子吗？至于这抹矫情吗？你今天敢踏出这个门，以后可别后悔。张翠花见我这样，也不装了，直接恶狠狠地说道：你自己做儿媳妇不幸福，所以见不得我好，就这么折磨我，还不忘给自己树立一个好形象。我记得刚开始周志远他妈对我是真不错的，也因为他妈不错，我才没有打掉孩子和周志远结婚。谁知道生完孩子，他妈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妈，你怎么回事？月月，我们不离婚，你要是不喜欢我妈，我们搬出去住也行。周志远不知道他妈竟然真的做了这些事情，有些后悔。周志远，我当初为了你，不敢离婚，受了那么多苦，后来你爸死得早，我一个人把你拉扯大，我还没有享受过好日子，你就让我来伺候你媳妇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让他走，他离婚带着孩子，以后还得找你。张翠花知道自己做的不对，可是想到自己那些年受的苦，她心里就委屈。她认为只是偶尔饿我一毒，已经对我很好了。妈，我好不容易娶的老婆，月月，我送你回家，但是我不会离婚的。不用，我送我姐姐去月子中心，记得早点签字。我弟弟挡在我面前说道，让他走，他妈就是不喜欢他，以后有他哭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有弟弟是什么家庭吗？张翠花笃定我以后会被赶出门，会哭着回来求他们，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想要离婚，他妈妈就会劝他忍着，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，生个儿子就好了。可是他生了儿子，也没有多好，还要为了儿子忍着。哼，我冷笑一声，转身和我弟弟离开。月月，周志远想要追过来，他妈突然倒在地上捂着胸口。哎呦，我喘不过气来了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周志远紧张地扶着张翠花。哎呦，老毛病了，扶我坐一会儿就好了。张翠花捂着胸口，哼哼唧唧的。周志远又觉得愧疚了，他想起自己妈妈有多不容易，也不敢多指责什么了。小远，女人就应该晾着。李月那个家庭，他提离婚就是吓唬你的，我心里有数，我又不是真的虐待他，他又不是不能吃葱，只是讨厌葱而已，习惯就好了吗？张翠花胸有成竹地说道。妈，何必这样？你顺着他点，他还在坐月子呢，现在闹成这样，以后我们在社区里多丢人。周志远率先想到的是丢人，他也不是真的心疼我，毕竟我们认识满打满算也就10多个月，原本我们就是奉子成婚，丢什么人？过几天大家就忘了，等李月回来，他们还会觉得我有本事，把儿媳妇训好了。张翠花得意地说道，她甚至觉得我以后哭着回来，还会伺候她。妈，哎，周志远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锅里还有鸡汤呢，你去喝吧，这可是真正的老母鸡，可有营养了。他就是没有享福的命，贱骨头。张翠花原本就是做样子，让大家看看自己对我多好，她都想好了，让我喝汤，有奶水，肉他们母子俩吃，不浪费。妈，你说你何必呢？让他去月子中心不就得了，非搞这么多事，你懂什么？李月妈真舍得出钱，还不是李月自己出钱的，就是给他妈一个好名声而已，省点钱，以后李月在家带孩子，她自己也有钱不是，还能总要你的钱？等她手里钱用完了，孩子也上学了，她就能上班了，这样多好。你啊，什么也不懂。
张翠花觉得自己想得很周到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想？周志远惊讶极了。你不知道养一个孩子多费钱，你妈我又没有养老保险，万一有什么不舒服，还得花钱。你一个人能养几个人？张翠花算盘打得响。周志远想了想，确实是这样，以后用钱的地方确实很多。他觉得自己妈妈说得很对。来，吃饭。这个鸡腿，你吃。妈，你也吃。他们母慈子孝，很快把我和孩子抛诸脑后，都觉得我出月子就会回来。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，但是我住月子中心，心情也好了很多，孩子也有人带了。没几天，脸上就长了肉。哎，当初我就让你考虑清楚，现在好了吧？自己受罪了吧？我妈出院后，就立即来看我，还不忘气我。妈，我错了，我当初是看她妈妈不错，做事勤快，而且我第一次去她家的时候，她对我挺不错的，我也是看走眼了。当初周志远妈妈可是特别温柔，对她可好了，谁知道孩子生完，她就变样子了。只听说过孩子生完，老公变了的，婆婆变了，我也是没有想到啊。你啊，就是想法太多。算了，趁早离婚，一个孩子我们家还是养得起的。看我现在这样子，我妈到底没有再说什么了，我自己养得起。再说了，这也是周志远儿子，他还是要付抚养费的。当初让你不要嫁单亲家庭，你就是不听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错了，我就是眼瞎。好，我不说了。现在就怕他家不愿意离婚，还有孩子他能愿意给你？我妈有些担心。放心吧，他们母子俩心眼子多，这孩子我要是不要，他们肯定抢着送我。我拍着胸脯保证，为了更好的战斗，我坐月子期间没有和周志远谈离婚的事情。刚出月子，周志远竟然出现了。月月，我是来你和孩子回家。周志远带了花，特意在月子中心楼下等我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奇怪地看着他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你当初要生的时候不是说要订这一家吗？我打电话问了，才知道你在这的。周志远看着我，发现我身材恢复如初，整个人笑得越发灿烂了。滚！我弟弟及时出现。弟弟，我这是来接你姐回去的。孩子呢？我看看。周志远嬉笑着。周志远，孩子前2天不舒服住院了，要不我们先去医院，我妈帮我付的医药费。既然你来了，就把钱还给我妈。孩子一早上我妈带回去。周志远打电话的时候，月子中心已经和我说了，孩子怎么病了？这月子中心不是专业的吗？孩子，周志远，孩子身体弱，生病不是很正常吗？因为你妈不给吃饭，我奶水好，孩子才没有营养，养得瘦弱。我假装无眼说道。周志远有些犹豫。志远，谁让你来的？这时候他妈出现了。李月，你当初不是说要离婚吗？张翠花看向我。可是孩子不舒服，看病要钱啊。离婚可以，你们得给孩子钱吧。我慌张地看向周志远。张翠花见我这样，赶忙说道，你自己说道，孩子归你，生病也是你的事。志远1个月只能给你2000。2000？那我不要孩子了，和我去医院。这孩子我不要了。我立马翻脸。妈，你别瞎说了。周志远赶紧捂住他妈的嘴。月月，我不离婚，我妈就是瞎说的。小远，你给我过来。张翠花把周志远拉到一边。志远，看样子孩子生的不是小病，这样你先和他离婚，等他娘家出钱你再去把他哄回来。你1个月也就8000块钱，
还有3000房贷呢。妈，那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不管，就算卖房子也要看。周志远立马反驳，你是不是傻？李月还能不管孩子？再说了，万一治不好呢？你还年轻，再找一个，生一个健康的孩子不行吗？张翠花一直给周志远洗脑。周志远看了我一眼，心虚地低着头。没过一会儿，他们2人走了过来。李月，你和小远去办离婚吧，我们周家不能要你这样的儿媳妇。我不离婚了，孩子生病了，你们就想推卸责任是不是？周志远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你，够了，我们家给5万给你，每个月抚养费2000，你再闹可什么都没有了。张翠花咬牙说道。姐，孩子，我弟弟小声地在我耳边说道。我立马点头同意。行，5万你现在给我，我们现在就去离婚。我表情慌张，急不可耐。张翠花笃定孩子生了大病，很痛快地给了钱，我以后能拿到离婚证。谁知道还有冷静期1个月。为了防止他们反悔，我天天给周志远发消息，问他真的不要孩子了吗？周志远比较犹豫，他也有点喜欢我，也不是真的想离婚，架不住他妈天天在他面前说我不好。1个月后，我们还是离婚了。李月，对不起。周志远拿着离婚证对我说道，记得按时打抚养费就行。我松了一口气。离婚后，周志远有些后悔，原本他有老婆孩子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甚至他都不敢去看孩子，他觉得没脸。每次想起，他都后悔自己没有鼓足勇气反抗自己的妈妈。志远，明天你去相亲，这次这个女孩不错。张翠花笑眯眯地说道。妈，如果这次成功了，你对她会好吗？周志远突然问道。你还在怪我？当初你不是也嫌弃她胖了吗？我就少给点给她吃。我对她什么样子，你不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女人不就这样？我以前也是一个人把你带大的，我那会吃的都没有，不也把你养这么大了？张翠花板着脸，凭什么现在的儿媳妇是享福，还要她伺候着？妈，我不去相亲了，我这点工资、抚养费、房贷，1个月也不剩钱了。算了吧。周志远后悔了，明明他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，可是他总是被自己妈妈吹嘘，认为自己有多好。离婚后，他相亲无数，没有一个人看上他的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去求李月重婚。她一个女人带着病秧子，住在娘家肯定不会好过的，正好重婚不花钱。张翠花理所当然地说道。妈，她家里条件很好，孩子跟着她不会受苦的，而且她好像谈了男朋友。周志远有我微信，他能看出我的生活过得有多好。不可能的，他有弟弟。张翠花不信，依旧认为我应该被娘家人撵出来，哭着求他们重婚。妈，不是所有家庭都是重男轻女的，他弟弟能来接他，就证明人家感情好。而且我和他认识的时候，他一身名牌，家庭条件怎么会差？因为我和周志远是奉子成婚，所以婚礼没有办，只是我家人和他妈一起吃了饭，加上我爸妈当初冷着脸，还要了8万彩礼。张翠花就觉得我爸妈重男轻女，对我有了意见。可是她不知道我爸妈给了我双倍嫁妆，我妈让我别说，所以张翠花认为8万彩礼被我妈扣下了，更加瞧不起我。怎么可能？张翠花不信，怎么会有人家不重男轻女呢？周志远摇摇头。妈，时代早就变了，你不要总拿自己受过的苦按到别人的身上。后来，张翠花总是忍不住乱想，如果她的爸妈当初能够帮帮她，她也不会受那么多苦。
整个人精神恍惚，最后出车祸死了。周志远总会偷偷看着孩子，可是人总是自私的。没过几年他再婚，也有了新的鸡飞狗跳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